此时在叶晨的手心里正攥着一颗散血救心丹。这颗散血救心丹直径约摸1厘米上下，因为不及回春丹珍贵，所以叶晨也就懒得弄个木盒子装上，就只是用专门裹食品的蜡纸封了一下。费可欣听闻叶晨要送自己礼物，而且还像孩子一样，故意将一只手攥拳，手心向下，好像很神秘的样子，一瞬间还以为叶晨是要跟自己开玩笑，于是便笑着说道：叶先生准备的是什么小礼物？该不会是一只小虫子吧？事先声明，我可不怕虫子。儿时的小男生总爱捉弄小女生，最常见的便是抓住一只虫子在手心里，假装有礼物要女孩子伸手来接。费可欣此时也似乎玩心大起，一边说着，还一边把手伸出来，放在叶晨那只攥着的手下面，随后看着叶晨，轻笑着问：要不要闭上眼睛？叶晨微微一笑，淡然道：不必。说着，手心一松，那颗散血救心丹便落在了费可欣的手中。费可欣感觉到似乎是一团纸落在手中，但似乎又比纸来的更有分量，所以好奇地看了过去，眼见是一张蜡纸包裹的球形，一瞬间先是错愕了片刻，紧接着他便想到了刘曼琼给自己看过的那颗散血救心丹，似乎也是用这种蜡纸封过。这一瞬间，费可欣心头仿若遭到重击，整个人连头皮都开始发麻，心跳更是前所未有的快，仿佛肾上腺素在这一瞬间急剧飙升。即便散血救心丹已经躺在了自己的手心里，可是费可欣依旧有些不敢置信。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叶晨，下意识地问道：叶先生，这不是散血救心丹吗？您为什么忽然要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？叶晨看着他，淡然笑道：这段时间以来确实没少麻烦你，这颗散血救心丹便当作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，还希望费小姐不要嫌弃。费可欣整个人有些受宠若惊，甚至都有了几分慌乱，连忙说道：叶先生，可欣的命是您救下来的，如果没有你，更不可能有可欣的今时今日，您对可欣有如此大恩大德，可欣为您做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。说着，他连忙又将散血救心丹递给了叶晨，无比坚决地说道：叶先生，这颗丹药实在是太贵重了，可欣不能要。叶晨表情认真地将这颗丹药又推了回去，重新放回费可欣的手上，又用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，从而让他能握紧这颗丹药，同时开口道：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就尽管它是收下，贴身留着，以防万一总是好的。说着，叶晨又嘱咐道：如果不是必要的话，千万不要直接把它转送给你爷爷，只当是先给自己留个后手。费可欣见叶晨态度坚决，心中顿时感动无比，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夺眶而出。就在刚才，他还在为叶晨对待自己与刘曼琼的不同而感到自卑与委屈，可没想到叶晨竟然这么快就给了自己一个强有力的回应。眼前这颗丹药在这一瞬间对他最大的价值，并非是这颗丹药本身，而是叶晨借着这颗丹药释放出来的一个态度。这颗丹药让他知道叶晨心里是在乎自己的，于是他心头所有的负面情绪在这一刻都随着眼泪涌出，整个人的心情云开雾散，仿佛情窦初开的少女收到心上人表白的情书一般，填入心坎。叶晨眼见他泪流不止，连忙说道：你看，怎么送个小礼物还把你给送哭了。说着，他递过去一张纸巾，说道：赶紧把眼泪擦一擦，一会乘务员过来看到了，还以为是我趁着四下无人欺负你呢。费可欣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一边笑一边接过纸巾擦去眼泪，口中调侃道：你怕什么？
就算是你真把我欺负了，我也不怪你。说着，他意识到自己这个玩笑似乎不太合适，连忙又岔开话题，想起自己刚才跟叶晨开的玩笑，于是立刻便无比坚定地说道：叶先生，谢谢您这份大礼，作为回报，我1周之内将百达翡丽和劳力士这2家公司买下来送给您。叶晨连忙摆手道：别，千万别。说着，他指着手里刘曼琼送给自己的那块百达翡丽，无奈地说道：就这一块表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还要送我2个制表的公司，我要他们有什么用？费可欣认真道：可您这颗散血救心丹，如果放在拍卖会上，至少能拍出几百亿美元，可欣实在受之有愧。叶晨摆了摆手，叮嘱道：可惜你记住，如果是我送给你的东西，无论它有多贵重或者多廉价，都只是我的一份心意，你无需因为礼物廉价而感到失落，更无需因为礼物贵重而感到不安，你只需要默默将它收下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听到叶晨这番真诚无比的话，费可欣的心中一瞬间感动得无以复加。他明白了叶晨的心意，也知道自己在叶晨心中一定拥有一席之地，于是他慌忙又将控制不住涌出的泪水擦去，郑重地点了点头，哽咽道：谢谢叶先生，可欣知道了。叶晨嗯了一声，又道：回去之后跟你爷爷打个招呼，就说我离开美国之前会跟他再见一面。好，费可欣连忙点了点头，问道：叶先生，您见爷爷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提前让他准备一下。叶晨摇摇头，不需要准备，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会告诉他，不要去参加明年的回春丹拍卖会了。费可欣惊讶地问道：叶先生，这是为什么？叶晨认真道：你爷爷对长生的渴望确实太强烈了，如果他明年还去参加拍卖会的话，他肯定承受不了失败的结果，说不定会弄巧成拙。说到这，叶晨微微一顿，看着费可欣继续道：一旦他孤注一掷，而你又对他心怀过多的包容与仁慈，那很可能会把整个费家拖入深渊。你和费家对我来说是将来非常重要的盟友，我不希望我的盟友因为这种事情元气大伤。费可欣为难地说道：叶先生，爷爷他这个人一直都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且会非常干脆地投入行动，他不会听劝的。不要紧，叶晨淡淡道：我不可能空口劝他，那样的话别说是他了，就算是其他人也不可能接受得了。说着，叶晨微微一顿，又道：刚才送你的那颗散血救心丹，你好好留着，等我见了你爷爷之后，我会给他一个承诺，让他断了回春丹的念想。费可欣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对爷爷来说是比回春丹更重要的，于是便忍不住问道：叶先生，您打算给爷爷什么承诺？叶晨淡淡道：只要他好好辅助你坐稳费家家主的位置，他不需要去竞拍回春丹，我叶晨可保他再活10年。